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在农村有这么一句话，猪来穷，狗来富，猫来有效。其实从这点便不难看出，很多东西都和风水有关，因此可以说风水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那么家里进动物有哪些风水讲究呢？下面就跟大家讲讲。一、家里进什么动物好运？一、燕子来家。大家都知道燕子这种动物，很多人也都见过。在农村，燕子可以随处可见。燕子一般不喜欢在夜晚生活，而是喜欢住在人们家里。燕子在大家眼中是一个比较吉利的动物，而且燕子可不是谁家都住的，它选窝的时候会选风水好的。一般如果燕子来家里，肯定是因为你家风水好，谁不想自己家住在风水好的地方呢？因此大家对燕子这种动物非常欢迎，至于那一点小缺点，自然也就能够容忍。二、蝙蝠入宅。蝙蝠俗称飞鼠，意喻会飞的老鼠，子鼠为税，忌为财，而蝙蝠又是福气的象征。如果家里有蝙蝠飞入，则预示着家里终将有大喜事发生，财运兴旺，生意兴隆，家庭成员身体健健康康，和和睦睦。三、喜鹊唱歌。喜鹊是喜庆的象征。民间传说7月7日牛郎织女鹊桥会就是依靠喜鹊搭建的鹊桥来完成。如果家门有喜鹊出现，这代表着有好事情发生，表示家庭中有人在事业上能获得巨大的成功，得到认可，加官进爵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多年未联系的亲戚朋友登门拜访，贵人降临等等。四、蜜蜂筑巢。蜜蜂是一种有益的昆虫，但是被蜜蜂叮到也是非常痛苦的。然而在农村，如果屋檐下有蜜蜂屋，却是一件很吉利的事情。蜜蜂的窝越大，则说明这户人家的财运越好，因为自来蜂在家里筑巢，说明家里的风水比较好。当然这个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，因为蜜蜂对于选巢有一定的讲究，在人家家里筑巢，说明该户人家气候适宜，冬暖夏凉，适合居住。所以如果家里的蜂巢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话，建议还是不要清掉它。五、狗进家门。农村最容易遇到两种动物串门，一种是猫，一种是狗。也有一句话叫猫来穷，狗来富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其实猫是一种比较傲娇的动物，大多数都是人们跟在它们屁股后面伺候它们。对于爱猫人士来说，这是一种乐趣，但是事实上猫是不怎么随缘的动物，只要觉得自己在这个家中受委屈了，或者是呆腻了，必定会离家出走，所以人们觉得懒猫是不好的。狗就不一样，狗是跟人的，只要有什么灾祸来临之前，它都会有预兆，而且跟着主人后面高高兴兴的。所以说家里来狗预示着财富来临。在中国，狗是一种吉祥的动物。六、兔子进门。兔子外表干净、精明、乖巧，惹人喜爱，同时也代表善良、温和。如果兔子不请自来跳入家里，寓意着桃花来临，将有喜事。单身的女孩很快就会遇上自己的爱人，而已经成家立室的人，桃花源会转变为人缘运，交际关系会越来越好，家庭美满，事业蒸蒸日上。七、龟进家门。龟是通灵动物，向来代表吉祥忍寿。如果家里有生病者，龟不请自来爬进家宅，很快让人百斗疾病、忧患、困扰，带来福寿，挡煞镇宅，驱走不好运势。八、蜘蛛进门。从小就听过传闻，家里面如果进来小蜘蛛，那么一定不要踩死它，让它逃走都可以，因为这种蜘蛛别名叫喜蜘蛛，它的外表像喜字，
所以他们的到来会给家里面带来喜气。那家里进什么动物不好？一、猫人缘差，如果有外来的猫入宅，意与同狗刚刚相反，即人缘会比较差，所以与人相处时应该尽量相互迁就，免遭冲突，弄得不欢而散。二、属破财，若白天有鼠钻入宅，小心会破正财，而入黑后先至偷偷进入，既会有招贼破财的征兆。三、乌鸦遭损伤，有谷乌鸦都代表厄运连绵，有乌鸦飞入屋或者经常站在屋外，屋主就要凡事小心谨慎，否则容易招致损伤。四、白鸽健康运差，白鸽子自飞入屋同样代表克星，白鸽每到一个地方总带来屎屎尿尿，这可意为疾病之源，所以要小心身体健康。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养一些小宠物，但是养宠物也是有讲究的。那么在风水学中，家里养什么动物风水最好？一、养鱼，在风水中旺运效果绝佳的有风水鱼，也叫化龙阵，是最强最奢侈的阵法。虽说在家中养鱼可以催旺财运，但若是家中财官不足，则最好不要养鱼，因为在风水上来说，鱼缸的水性极重，若是家中的财官不足，在家中养鱼只会加重家中的阴气，难以起到催旺财运的作用，相反可能还会使财运受损。要在家中养鱼的话，一定要保持室内的阳光充足，这样才能起到催旺财运的作用。二、养鸟，若是居室面积过小，则最好不要选择在家中养鸟，因为在风水学中，鸟和猫狗一样代表着财富与吉祥，若是居室面积过小的话，则不适宜在家中养鸟，因为鸟儿喜欢宽敞的地方，居室面积过小就会影响鸟儿的健康状况，导致鸟儿不好，这样鸟儿带来的好运就会变得越来越少。三、仓鼠，大家肯定没想到，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居然跟运气有关。仓鼠的寓意是年年丰收满仓。四、养狗，狗属阴，预警能力极强，是镇宅护家的首选灵宠。在风水学上，家中的西北方为狗的本命位，应保持干净明亮。若是家中的西北方为厕所或厨房，那么家中则不适合养狗，因为狗代表的是财富，而在家居风水中，厨房和厕所分别代表了火性和水性。如果火性与水性只冲狗的本命位，那可能会导致狗的寿命变短，并且家中的财运也会受到不好的影响。在农村，一些信仰已经流传几千年了，所以有些东西从风水角度还是有些可行之处和用处的。希望上面的视频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收藏起来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别忘记点赞、收藏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